我叫韩飞，是一名探索南极新航线的深海研究员。结果，抓住我的手！传承了，只活了我一人。网上见到这所私人海洋馆招聘夜间饲养员，日薪10万。为了偿还沉船的巨额债款，就算是亚特兰蒂斯，我也闯定你。没问题，就签了这份合同，日薪10万，每月1号结算。那要是干不满1月呢？那就不结。万恶的资本家！缸底是什么？这是你的饲养员前辈留下的合同。那他们去哪儿了？当然是被海豚生吞了。兰特助，别开玩笑了，现在可是法治社会。有问题他会告诉你。牢记镜子说的话，不该做的绝对不要做，不然你也会和上一任饲养员同样下场。明天你就会知道。晚12点过后，不要打扰我在2楼休息。韩探员，祝你和他们相处愉快。第一，工作时间每晚12点到白天7点，白天不要来上班。第二，海豚发出急促脉冲声，立刻注入镇定剂，想办法让它吃下旁边架子上的红色药片。第三，海蛇如没有盘绕在一起，装作没看见，不要与它对视。第四，金鱼换水时小心金鱼背上的伤口，切记不要蹭到金鱼的鞋物。休息室绝对安全，但要记得锁门，然后将桌上仙人掌放在门口，以防动物敲门。这镜子还挺高科技，但也绝对骗不了我。我倒要看看这海洋馆内究竟有什么在装神弄鬼。不愧是私人海洋馆，里面连外面见不到的牛逼粪都有，这可真是个做研究的好地方。怎么这里的动物都是带伤的？算了，遇见我算你们走运，今天先治你。看在你们能帮我还债的份上，救你一命，要不然你肯定活不过明天。那是什么？坏了，竟然是污染暗玄武！没想到会在这儿看到曾经的海神殿祭司。黑化风之突破危海级，全员备战，目标剿灭污染暗玄武。队长，那可是玄武，他已经被污染，危及人类存亡。一起动手，诛杀污染暗玄武！成了，只要将他困住1刻钟，就可剿灭。这是去哪儿弄一身黑泥，差点给自己憋死。不过有我在，保证给你弄得干干净净。队长，不好了，污染暗玄武黑化风值又急剧升高，在下顾一策。你该死！怎么突然变强了？是暗玄武背上的封印被解开了，我们对付不了了。整个近海都市都会被吸进去的。黑化峰值还在增加，马上重达危海级。我以身暂时封印，
给祖父传信发现污染暗玄武。这次算你命好，下次再弄成这副鬼样子就没招喽。黑化峰值骤减，即将趋于无害。队长，黄金三叉戟的波动来源不是暗玄武自身，所有的能量都呈现被外力干预的痕迹。那力量不是消灭它，是在净化它。净化？就像有人在给污染源做清创手术，影响同步投射到了暗玄武身上。这么说，暗玄武被净化了？没错，暗玄武恢复成玄武，已经回到海底深处了。而净化者会无限制的使用玄武的全部能量，甚至必要时会召唤玄武。找到那个人。队长，一个能将污染暗玄武净化的人，将是我们光明海域胜利的希望。解放玄武？这世上根本就没有玄武这种东西。镜子后面的人，停止这种莫名其妙的恶作剧！别骗人了，乌龟怎么可能是玄武？恭喜韩探员成功入职，昨晚的工作还适应吗？别开玩笑了，我去哪儿解放玄武？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你已经完成了。你对走廊尽头的那只乌龟做了什么？乌龟好好的在这里呢，看吧。我的休息室怎么变成这样了？明明放在这里的，我的乌龟哪儿去了？刚才就放在这里的，我亲手放的。我从小就对海洋生物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和力，能精确判断它们哪里受伤，伤到什么程度，而且我一定会将它们治好。竟然真是玄武，你怎么做到的？所以乌龟就是玄武。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情，你只需要将海洋馆的动物全都治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乌龟为什么会失踪？为什么壁画上玄武的眼睛变黑了？收起你的好奇心，不该问的别问。要是不说明白，我就不干了。合同已经生效，何况你背负巨额债务，还是老实在这打工还债吧。继续治疗海洋馆内受伤的动物，治好一只，我额外给你100万。一只100万？那我要是把海洋馆里的动物全治好，数百亿债务就能彻底还清了。成交。韩哥，最近怎么样了？不行，我先借你点。找了个高薪工作，很快就能还上。给你看看这个，我这大学室友做的建模越来越逼真了。你这技术可真是越来越牛了。不说了，我该上班了。不是建模，这是昨晚海滩上真实发生的事。一只100万，开工。镇定剂找到了。怎么让你吃下呢？这是什么东西？有怪物！救命啊！马上就好喽！100万，100万，100万！嘿嘿，搞定！大功告成，100万到手。为什么背面刻着玄武？海豚和玄武之间有着什么联系呢？黑化峰值归零了，和上次完全一样。我们还没动手，污染暗系生物就被解决了。难道又是上次那个人？进化者非常稀有，加大搜寻力度，一定要把它找出来。哼，这海洋馆还挺人性化，怕我分不清哪只动物治过了，还给做标签区分。韩探员，这阵仗不欢迎我。吓死我了，还以为是动物敲门。必须严格遵守镜子上的准则。刚刚又出现海豚害人事件了，韩哥你别不信，我姐就是做这个的，我这可是一手消息，保真。这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治了海豚，
外面就有海豚在害人。这是100万支票，奖励日结。为什么我治一只动物，外面就有一只污染生物出现？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你只需要好好治愈受伤的海洋生物，奖金1分少不了。行，100万一只，你说的，拿了钱我一定好好干。看来是问不出什么了，那我自己查。你今天有空吗？出来见面聊一聊关于海豚的事。真不巧，昨晚刚出来度假了，等我回来。这座13区私人海洋馆究竟藏着什么？今天就先治你了。是最近太累了吗？怎么总感觉背后有人盯着我？真是自己吓自己。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这拳头看着就硬。海蛇如没有盘在一起，装作没看见，不要与它对视。这里到底是海洋馆还是恐怖密室逃脱啊？果然高薪工作的都是要命的。我去，变回来了！还好有惊无险。总算安全了。在休息室里，门口还放上仙人掌了。我看你拿什么狂。不是吧？不是说休息室放上仙人掌就不会有动物敲门吗？第9，如果有动物先敲门，那休息室的仙人掌将不再起庇护作用。这什么破规则？你们这是找饲养员还找饲料？不管了，跟他拼了！早死晚死都是死！这个背影怎么看着有点眼熟？我的身体素质似乎比之前强了好几倍，凭我之前的身体，根本不可能和海蛇打成平手。我靠，这是什么鬼东西？5月30日，给海豚喂饭，但是海豚从来不吃。兰特助警告我，不要给任何动物东西吃。我记住了。5月31日，兰小姐说过后，我再也没给动物喂食过。可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感觉海豚盯上了我。不管我在干什么，只要出现在它的区域里，它就一直盯着我。我感觉它要吃了我。而且展览区的螃蟹真的很奇怪，我昨天就看见它在蜕壳，今天又在蜕，身上全是裂痕，连蜕下的壳都是碎渣。6月1日，不要来这里，不要回头，快跑！这里的海豚会吃人，快跑啊！没问题，就签了这份合同。原来兰姨说的是真的，上一任饲养员真的被海豚吃了。韩哥，度假村出了点问题，明天就能回去，我们晚上老地方见。晚上不行，我得工作。中午12点，老地方见。OK。兰姨，你不跟我说，我自有别的办法知道。我倒要看看你到底在谋划什么。果然如此，
治愈后的动物就会消失不见。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操控这一切？趁海蛇缠绕，快速治愈它。报告，13区出现污染暗海蛇，坐标市民居住区上空。虽然不知道你要去哪儿，但你差点弄死我，我还治好你身上的伤，也算是以德报怨了。黑化峰值已归零。污染暗海蛇又抢先一步被净化了。手法和前2次一模一样，目测是同一人。这人动作也太快了，每次都比我们抢先一步。接着调查此人，绝地3尺也要把他给找出来。你到底是怎么飞起来的？而且为什么突然袭击我？难道是冲着我手里的海鼠来的？我只是被无辜牵连了。又变黑了，这到底是人为操控还是自动生成？为什么每治好一只动物，壁画上对应的眼睛就会自动变黑？赛人的眼睛半黑半红，中间那条巨龙的眼睛却是全白的，跟其他所有神兽都不一样。这又代表什么？韩探员，时间到了，你该离开了。离开？兰特助，你管这里叫海洋馆？这分明是恐怖密室逃脱！我是来当饲养员的，不是来玩命闯关的。看来昨夜韩探员和他们相处并不愉快。何止不愉快，我差点死了！那条海蛇为什么会飞？为什么会攻击我？你们到底在这里养了什么？第一天就告诉过你，必须遵守镜子上的规则，任何一条都不能违反。我来是为了还债的，不是来卖命的。给多少钱我都不干了。不干了？那你的债怎么办？你不怕债主找上你的家人？更何况，离开这里，没人能护你，下场只有一个字：死。我接着干。今天就到这里，韩探员，你该下班了。我还没治海鼠。出去。兰特助，你相信世界上有美人鱼吗？或许吧。兰一，你果然知道这座海洋馆的秘密。韩哥，这边。那些照片，确定是真的吗？千真万确，我亲姐就是干这个的。韩哥，我不是跟你开玩笑。你姐姐具体是做什么的？具体的我不能多说，但你不是深海探员吗？对救治海洋动物是不是特别擅长？我姐那儿就缺你这种人才，她可以给你安排兼职，不影响你晚上打工。怎么样，去不去？我去。我弟弟说你很擅长救治海洋动物。略懂一点。跟我来。这只动物受伤了，你试试看。这症状和海洋馆里的动物一模一样，看来我来对了。这人竟然能净化污染，这几天连续出现的神秘净化事件，难道和他有关？我能问一个问题吗？你们做的这种事，按理说应该是高度机密吧？苏阳就这么告诉我，没关系吗？这种东西一般人听了也不会信，你能来
说明你本就不是一般人。哼，既然你通过我的考验，说明你起码是 B 级进化者，可以带你看看核心区。队长，2块标本都查过了，玄武腾蛇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只能确定和多年前那场海神殿与海底炼狱的斗争有关，至于别的，我也没有权限知道。我可以断定这几次出手的是同一个人，手法很干脆，没有多余动作。多少年没出过这种级别的进化者了？这人多半是哪位隐居不出世的 SS 级进化者，一般人根本没有这种实力。进来吧。这是什么？这是腾蛇。世上真的会有腾蛇这种东西吗？腾蛇不是只存在于神话故事里的神兽吗？之前苏阳应该给你发过玄武的照片了吧？我是 S 级除祟师。那为什么我是进化者？进化者和除祟师有什么区别？进化者非常欠缺，已经多少年都没有出现过了。而除祟师是接受海神祝福的特种战士，力量强壮。但除祟师只能消灭污染暗系生物，没有将它们进化的能力。还好有救济，我应该不只是进化者，或许还是除祟师。那这和你们捆绑腾蛇有什么关系？你既然已经加入我们，告诉你也没关系。数十年前，海神殿与海底炼狱发生巨大战斗，本是海神殿必胜的场面，却因为混入内奸，与海底炼狱两败俱伤。海神受伤，以身镇压海底炼狱。海神殿10大祭司8个被污染暗化，1个不知所踪，还有1个便是在此处的腾蛇。你是说腾蛇是导致海神殿失败的内奸？没错，腾蛇地位极高，并且生性狡诈，从来不服气自己在海神殿10祭司中排行第2。第一是谁？赛人，不知所踪的赛人。赛人不知所踪，那我昨天看到的是谁？是真的赛人，还是只是赛人留下的一道虚影？而且看样子，苏月并不知道海洋馆存在，更不知道海洋馆内有许多被污染的海洋生物。海洋馆究竟与海神殿有着什么样的联系？怎么回事？为什么我的腿不受控制了？仿佛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定在原地，无法动弹。这就是 S 级除祟师的威力吗？苏月那么娇小的身材，竟然这么暴力。唉，腾蛇应该是必败无疑了。可惜我第一次见到的神兽本体，竟然是个叛徒。我去，这简直不是人类级别能参加的战斗了！如此威力巨大的攻击，腾蛇竟然毫发无伤。神兽级别的动物果然口不如丝。腾蛇，你这个叛徒不仅不思悔改，反而一直暴起伤人。有我在，今天你休想再逃！腾蛇已经被激怒，这个阵法撑不了多久了。怎么回事？为什么我的腿不受控制了？仿佛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定在原地，无法动弹。不要！这是第一次在海洋馆以外的地方，镜子会突然发烫，这哪是我不想救啊？明明是被束缚动弹不了，但鬼知道这该死的镜子会不会判定我见死不救啊！
你这个孽畜，我定要杀了你！姐，你没事吧？韩哥，韩哥，快跑啊！连我姐都不是对手，你别去送死！你这同学不错，真是给姐送来一个大惊喜。我去，韩哥这么牛的吗？没想到你不仅是进化者，还是除祟师。你的除祟师等级起码是 S 级，甚至可能更高。用力太大，不小心打伤了。没事，叛徒而已。没想到你是个隐藏的实力者啊！早说你这么牛，我早给你拉我姐这儿了，你也不用跑那么多年外卖了。现在来也不晚，正是时候。这倒是，不过你真不考虑把你那兼职辞掉，来给我姐专心打工吗？我姐给的工资待遇可是很高的哦。多少钱？日薪5万。你想什么呢？月薪5万，这点钱远不如海洋馆。兰姨薪资丰厚，却闭口不提内情。我要查清她的秘密。哼，别听这小子胡说。韩先生，你这种人才，我们能给你开到月薪50万，兼职只需要在你空闲的时候过来就行。没问题。外面又出现暗系生物作怪，今天基地人手不够。韩先生，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走。海鹰比腾蛇还要厉害。这玩意儿烤着吃能吃吗？你是第一个问我这种问题的人，可真幽默。望月好。好，望月浩为什么会出现在污染暗线海鹰的脚上？背后之人是故意传达这个信息给我，还是无意被我抓获？事情越来越复杂了。这是什么意思？消灭掉的海鹰为什么会凭空消失，留下一枚刻着字的标本？为什么会变为标本，我也不清楚。但在海神殿中，每位祭司都有属于自己的手下，海鹰便是土宝海鼠的属下。标签背后的名字，应该就是指海鹰从属于土宝海鼠。我是让你把海鹰标本给我，标本我要带回去复命的。啊！小心，这条蛇是剑尾蛇，有剧毒。倒霉倒霉倒霉！我移开他，你去找救兵！韩飞！这蛇什么毛病？把我带到这臭烘烘的下水道里，结果自己走了。你是想臭死我吗？呵呵，你倒也不用这么听我的啊。
你没被污染。说起来，这剑尾蛇有点像今天的腾蛇，一开始眼睛都是黑色，但没过一会儿就开始泛起红色。韩哥，你没事吧？现在怎么样了？在哪里？救援马上到。我没事，救援就不用来了。半路上挣脱开剑尾蛇，侥幸逃脱了。真的没事？真没事。你现在在哪儿？先不说了，我要去上班了。0点整，就差一点，总算赶上了。不管那些了，这只水獭伤得太重，已经快咽气了，先把水獭治好再说。不明生物接近13区机明区，请神秘事务特派队立马出动。这是什么东西？峰值马上达到危海级！这是天蜈，和玄武一样，也是海底神兽。这是天蜈，和玄武一样，也是海底神兽。这种级别的污染暗系生物，我们对付不了，起码需要 SS 级进化者或者 SS 级除祟师才能对付。队长，你上次测试不是已经无限接近于 SS 级了吗？这种级别的战斗，细微的差距都足够致命，无限接近，并不是已经达到 SS 级除祟师。队长，现在怎么办？只能看那个神秘人今晚是否还会出手。如果不出手，那我只能以身暂时将他封印。到时候你们回总部请求救援。怎么伤得这么重？我前面救治的动物都没有濒死的，你也就是被蛇送给我了，要不然你今晚准死翘翘。队长，他来了。这个神秘人到底是谁？就像消失了一样，我们夜间探查队一直找不到他。难道是他？苏月，想到什么了？可是有线索？没有思绪，只是在想是什么人会这么厉害。我说海洋馆内空着好几个水池，上面还都被标有名字，原来是都流落在外面了。为什么原来海鹰的位置变成空白？难道海鹰被直接抹除了？进化者非常欠缺，已经多少年都没有出现过了。而除祟师是接受海神祝福的特种战士，力量强壮，但除祟师只能消灭污染暗系生物，没有将它们净化的能力。难道只有治疗才会动用进化者的能量将它们净化？攻击它们只能调动除祟师的力量，让它们彻底消失吗？ OK 你妹啊！你倒是跟我讲怎么在外面攻击他们，还能让他们不再消失的方法呀！螃蟹脱壳我怎么阻止啊？这是根本无法完成的事情。别说这些没用的，快点回答我刚刚的话。我知道你对面有人，说话，快说话！行，但我包还在里面，你把包给我啊，要不然我怎么治？什么品种的螃蟹竟然短短几天又在脱壳，竟然还没把自己搞死？螃蟹总是蜕壳，而且蜕下的壳都是碎渣。今晚200万到手，还能额外得到1个回答，赚翻了。玄武和天武已经见到过，可是第二个标本背后的腾蛇，我们却从未见过。那为什么会出现腾蛇的标签？说不定是他们中间存在某种关系，比如海蟹是天蜈的下属，又或者是那位神秘的进化者其实不是什么好人，不然为什么特派队找了这么久都没有找到人？除非是刻意隐瞒踪迹，
否则我们夜里的探查队不能找不到人。小心行踪，有人在找你。队长，这是我今天消灭污染暗海鹰得到的。又是腾蛇，腾蛇从未露面，他在这场谜题中到底占据着怎样的身份？队长，或许我们以前的方向都是错误的。那个神秘进化者有可能根本就不是光明海域的希望，他或许就是通过某种手段吸收神兽的力量来对付我们。很有可能。传出消息，找到那个神秘人后先行扣押，是。等我们审讯后再做判断。队长，这是否太过强硬了？万一对方就是不知道我们在找他，并且不是敌人，这样做不是将他越推越远了？顾不上这么多了，这样的人在外面，我们却掌握不到他的信息，实在是太危险了。我把海蟹治好了，你该回答我的问题了。怎么在外面净化污染暗系水？怎么是牛鼻粉？这样的话，我在外遇见污染暗系生物后，可将它们暂且静止，救治后解开静止装作攻击，它们表面被攻击死亡，实际上是被我净化存活。怎么把你给忘了？腾蛇是海神殿的叛徒吗？你说话呀！腾蛇是海神殿的叛徒吗？一个问题完毕，这是下个问题了。哪有这样的？镜子，你说话呀！凡在13区私人海洋馆内完成一次净化，可向赛人提问一事。这还不简单？等我救完牛屁盆再来找你问。发生什么了？有动物闯境，请饲养员尽快处理。不是说夜晚海洋馆内绝对安全，不会被人发现踪迹吗？入侵者是本馆失踪动物，不在外来者范围内。意识1：立刻保护海鼠水池，防止海鼠被珊瑚蛇伤害。怎么又是海鼠？你们当蛇的干嘛天天和海鼠过不去啊？前天打海蛇，昨天打腾蛇，今天打是珊瑚蛇，我都快成打蛇专家了。奇怪，我的攻击性提高了。是天吴，净化天吴后，提高了我的攻击性。赢！对了，包里应该还有当初为海豚准备的强力镇定剂。又是腾蛇，腾蛇肯定背叛了，不再属于光明海域。不止黑夜，白日也派出人手寻找神秘人的下落。队长，这不合规矩。规矩是死的，现在污染暗系生物越来越多，这种危急关头不能再按寻常规矩办事了，要采取特殊手段。再加100万，还有一个问题可以回答。你怎么蛇缘这么差？海蛇和珊瑚蛇都和你有仇啊？乌龟是玄武，水獭应该是天吴，那海鼠是不是应该是土宝海鼠？海鼠是不是土宝海鼠？海鼠是不是土宝海鼠？我提前用掉治疗牛鼻粪的问题，你再问一个。腾蛇是不是海神殿的叛徒？赛人，不知所踪的赛人。赛人根本没失踪，镜子背后是他吗？赛人明明是首席祭司，难道是金龙在幕后操控？玄武增加防御，天吴提升攻击，每位祭司各有专属能力。速度，原来牛鼻粪竟然是鲲鹏。韩哥，明天还是老地方见啊！我姐有事找你，
要我说我把你微信推给我姐算了，这样她联系你也方便。韩先生，明天我要出差不太方便，有个贝壳类生物在海域作怪，你方便带队外出吗？腾蛇是叛徒。总感觉苏月这女人有些说不出的奇怪。腾蛇、海蛇、珊瑚蛇都无意伤我，剑尾蛇还送受伤水獭让我医治。这不是我的，是谁什么时候放在我身上的？腾蛇在基地大可以杀我，可他却故意把我甩到墙上，借机制造混乱，偷偷塞给我卷轴。苏月和赛人都说腾蛇是叛徒，可苏月根本不知道海洋馆的存在，却和赛人给出的答案分毫不差。腾蛇，你究竟是叛徒还是被冤枉的？我一定会查清楚。上次来看你的时候，就想治好你，结果被乌龟抢了先。今晚轮到你了。赛人说治好牛鼻粪，我就能获得能力的融合。牛鼻粪果然是鲲鹏。按照赛人所说，除碎石和净化者的能力合并后遇到污染暗系生物，就可以直接攻击对其进行净化了。走吧。目标出现！韩哥，小心！攻击对他没用。不是击杀，是净化。净化者和除碎师本来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能力，但现在他们在海洋馆的强化下合二为一了。鲨鱼也是腾蛇的属下，海鹰、鲨鱼，所有污染生物的标签都在指向腾蛇。韩哥，你一击就把准危害级污染暗系生物给秒了。就算是苏姐亲自出手，对付准危害级污染暗系生物，也至少要缠斗半个小时吧。都说了是运气，这家伙身上本来就带着旧伤，我只是打中他的弱点而已。带回去复命吧，任务完成。韩哥，你不跟我们回去吗？我还有事，你们先走。疼，好疼，谢谢你。这就是和进化后的动物沟通的能力吗？是谁伤了你？黑暗，腾蛇大人，救救他们！你是说腾蛇伤了你，还是让我去救救腾蛇？可恶，声音断开了。腾蛇，你究竟是好是坏？如果腾蛇真是叛徒，他的属下为什么会向我求救？看来光在外面找线索不够，我得回海洋馆，好好跟赛人聊一聊。救治一个动物，换赛人一个问题。今天就你了。警报！馆内动物出现集体躁动。警报！馆内动物出现集体躁动。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些动物会突然发狂？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让我治海鼠？
治疗反而会引发污染化，这是什么道理？你想骗我也好歹找个好点的理由吧。行行行，不治海鼠，我治别的总行了吧？韩探员，昨夜休息的不好，你们馆里的动物集体发了疯，我能休息好就怪了。要不然海洋馆也不会高薪招聘饲养员，毕竟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是什么？海洋馆失踪动物的名单，除去一开始就消失的腾蛇、葵牛、肥姨、渔父这3只动物在1年前失踪，至今下落不明。1年前他们是怎么失踪的？之前的一个饲养员，他在离职时故意打开了3个展区的隔离门。上一个饲养员不是已被海豚生吞了吗？韩探员，我说的是很多年前的一个饲养员，他叫苏月。苏月，这名字不太常见，难道是我认识的那个苏月？有他的照片吗？韩探员，你的关注点还真是稀奇。之前饲养员的信息都在2楼档案室内，等下次见面我会带给你。你的任务变了，白天不再休息，出去寻找他们，找到了就带回来。带回来？怎么带？他们要是不肯呢？你现在不是有那个能力吗？击杀即净化，净化即治愈。蓝特主，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吗？你的任务是找回失踪动物，我的身体并不在你的任务范围内。名单上的动物每找回1只，奖金500万，时间不限，但越快越好。500万不够吗？那就1000万。但你要告诉我一件事，为什么海鼠不能现在治疗？韩探员，你只需要服从就可以，而不是10万个为什么。你不肯告诉我，那我就自己去查。韩哥，信号来源就在前方礁石区，危险峰值不高，应该是只小型污染生物。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谢谢你。你怎么会在这里？我从家里跑出来，外面全是黑的，我好害怕。你的家在哪里？一个大水池，里面有好多好多动物。可是有一天门开了，我就游出去了。难道他是被苏月放跑的海洋馆失踪动物？除了这个，你还记得什么？我记得腾蛇大人。是腾蛇伤了你吗？腾蛇大人是好人，坏人抓我们要挟腾蛇大人，腾蛇大人为了救我们，自己被坏人抓住了。你说的坏人是谁？一个短头发的女人，她以前来过我家，那时候她对我们很好，会给我们喂吃的。你还记得她的姓名吗？我记起来了，我听3任大人提起过，她就叫苏月。这就和今早蓝衣说的话对上了。那叫苏月饲养员故意放跑了海洋馆的生物，就是为了抓捕腾蛇。如果你遇到腾蛇大人，请帮助他。我保证会救出腾蛇。根据海葵的话，2个苏月其实是一个人，而赛任的说法和苏月一模一样，他们到底是不是一伙的？韩哥，解决了吗？一只小型污染海葵。走吧，我要去一趟基地。根据颜色来看是新伤，不是锁链勒的，伤口极深，贯穿了3层鳞片，里面的血肉外翻，边缘整整齐齐。这不是挣扎造成的撕裂伤，是利器切割的痕迹。你又来了。你之前的求助我看到了，我相信你并不是真正的叛徒。你侧腹的伤口是谁干的？是苏月。他在审讯你。他不是在审讯，而是在惧怕我，怕我逃脱束缚，不再被他控制。苏月为什么怕你？因为我认出了他的真面目。他的力量不是海神的祝福，而是吸收了黑暗海域的能量，伪装成除髓师的卧底。你的意思是苏月才是真正黑暗海域的卧底？没错，他在给黑暗海域做内应。他潜伏在光明海域多年，目的就是控制所有被抓到的神兽，用审讯的名义虐待他们，削弱他们，让他们无法回归海神殿。腾蛇是不是海神殿的叛徒？那赛人为什么也说你是叛徒？是不是赛人背叛了海神殿？因为赛人得到的信息不全，他被敌人蒙蔽了。韩非，你不必怀疑赛人，他是不会背叛海神殿的。那苏月之前给我看的
你抱起杀人的视频是怎么回事？那可丝毫没有 AI 生成的痕迹。他们捕杀海洋生物，我只能反抗，锁链在吸我的力量。他们用符文把我的力量转化成黑暗能量，输送给海底炼狱。别动，这些符文锁链我暂时解不开，但伤口我能处理。你的净化之力比任何净化者纯，这是海神的力量。苏月为什么要吸收黑暗海域的能量？他原本是什么人？韩飞，住手！谁允许你进来接触他？韩飞，你为什么要救治一个叛徒？你这是在助纣为虐！你越界了，我是被聘来的兼职净化者，治疗污染暗系生物是我职责的一部分，你没有权利指责我的工作内容。现在我要离开。抱歉，是我情绪失控了。今晚100万，开工！是只 S 级别的污染暗系生物。这个神秘进化者的力量比上次更强了。没错，之前的进化过程需要数分钟，这次几乎是瞬间完成。加快搜索速度，必须在其他势力之前找到他。又变强了，这个人到底是谁？必须在临身之前找到他。韩探员，你要的东西我带来了，这是你要的那个人的档案。果然是他。韩探员认识这个人？不认识，只是觉得面熟。档案看完了，名单上的动物有线索了吗？还没有，我正在寻找。期待你的好消息，1000万一只，别忘了。这次的目标是一头污染暗系大白鲨，根据能量波动判断，已经无限接近 SS 级，大家小心。SS 级，苏姐，我们之前对付威海就已经很困难了，不能退缩，这里是近海渔场，如果放任不管，会造成大规模伤亡。韩飞，这次主要战力就是你和我，如果我倒下，麻烦你帮忙将对方击杀，绝不能让对方离开这片海域。苏姐，这太大了，我们真的能击杀他吗？准备战斗！这种程度的攻击对污染暗系大白鲨根本没有用，反而还会惹怒他。苏姐，我们的攻击对他不起作用。苏姐，我们现在怎么办？可恶！要不我们还是先跑吧。一群废物，连这种冲击波都扛不住。不好，苏月，快回来！韩飞，不用害怕，没事了。这头污染暗系大白鲨已经被我击杀了。他在骗你，快跑！可恶，他想将我甩入海底捕杀！快抓住绳子和救生器，我把你拽上来！靠，死手快拽呀！给我过来！没事吧？我没事，多谢你救我，但污染暗系大白鲨可能被我激怒了。太强了，
和 S 级污染暗系生物根本不是一个级别。让我来。给我破！这怎么可能？这种攻击应该已经达到 SS 级除随师所有，就连林深也不是他的对手。这条污染暗系大白鲨也是腾蛇的部下。苏月并不知道我现在攻击与净化已经结合，他依旧认为我是普通的除罪师，击杀就会导致动物消失，所以他一直在诱导我剿灭腾蛇的部下。大白鲨的能量也被我吸收了，原来每净化一只动物，我的体内就会增加新的力量来源。普通除随师只能消灭，无法吸收，但他可以通过攻击让对方的力量落到自己体内，这种能力根本不在除随师体系的记载中。糟了，刚才情况紧急，我把全部能力都用出来了。苏月不是普通的除罪师，他一定能看出不对劲。韩非，你的能力似乎有点特殊，是谁教你的吗？你在说什么？什么能力？我怎么听不懂？你不是说除罪师的能力都是被海神选中后赐福的吗？没什么，只是觉得你的能力很特别。不能让他把我和海洋馆联系到一起。姐，你没事吧？我听说你们遇到了 SS 级的污染生物。没事，多亏了你介绍给我的同学。韩哥，你又救了我姐，你到底是什么神仙转世啊？运气好而已。你们聊，天色不早，我先走了。自从我的体内能力结合后，能量越来越充盈，五感都敏锐很多。这眼镜以后也不用戴了。苏阳，大学4年，韩非体力如何？韩哥，他那时候整天泡图书馆，连体育课都逃，每次体测他跑个800米都能喘半天。不过他毕业后被公司骗了很多钱，短短几个月就变成 SS 级的战力，这绝对不正常。韩非，你的力量到底从何而来？我必须查清楚。赛人，我有话要跟你说。我不是要和你提问问题，今天我见到腾蛇了。就在海洋馆之前的饲养员苏月的基地里。苏月，你怎么知道的？这不是之前蓝衣跟我讲的吗？怎么他也知道？韩非，海洋馆内的事情不可能瞒得住我，包括你和蓝衣的对话。苏月现在是 S 级除罪师，建立了个除罪基地。腾蛇被8条符文锁链困在大厅核心，锁链在不断抽走他的力量，转为黑暗能量输送给海底炼狱。还有，腾蛇让我转告你，他不是叛徒。腾蛇还跟你说了什么？他说你绝对可信，只是信息不全，被欺骗了。苏月才是黑暗海域的卧底，伪装成除罪师潜伏在光明海域，靠虐打神兽削弱你们，阻止你们回归海神殿。韩非，你能帮我调查当年的真相吗？我可以答应你，但你得告诉我，你到底被什么蒙蔽，执意认为腾蛇是叛徒。海神以权力设下规则，阻挡黑暗海域，规则一破，黑暗将吞噬一切。那这和腾蛇有什么关系？背叛海神殿的祭司会被海底规则审判，身体会出现伤痕，变得虚弱。腾蛇曾在海神殿出事时浑身是伤，出现在密室，企图毁掉规则核心。海底规则还能被破坏？维系规则的核心就是海神泪。海神泪是什么？海神泪是海神失踪前留下的一滴血泪，泪中蕴含海神的传承之力。获得海神泪认可的继承者将拥有继承海神之力的资格，这是唯一能重新激活海底规则的方法，也是唯一能彻底净化海底炼狱的力量。那海神泪现在在哪里？被苏月盗走了。苏月？他怎么盗走的海神泪？3年前，苏月曾是这座海洋馆的饲养员，那时候他还没有被污染，海神泪曾向他发出召唤，但不知为何，最后海神泪并没有接受他。会不会是海神泪坏掉了？要不然怎么都到最后了才失败？当时我也有你这样的疑虑，我不解为何最后关头还会失败，于是试图召唤海神泪检查，可结果却是完好无损。然后呢？没过多久，苏月对我提出离职。我以为他是经受不住海神泪没有接纳他的打击，所以很快就批准了。离职前，我还给了他一大笔钱财，供他出去生活。
可就是在他离职前的那天夜里，他闯入海洋馆2楼，趁我不备盗走了海神类，还放走了大批海洋馆内的动物。或许那时他体内已经接受了黑暗的种子。海洋馆2楼不是一直锁着的吗？他是怎么上去的？而且你不是海神殿大祭司吗？怎么会被他得手？我之前并不是这副模样出现在人前的，苏月也并不知道我是赛人。历任海洋馆饲养员中，你是唯一一个知道我存在的人。没错，腾蛇生性狡诈，从来不服气自己在石境司中排行第2。第一是谁？赛人，不知所踪的赛人。怪不得苏月对我讲过大祭司赛人不知所踪，因为之前所有的饲养员都是普通人，只有你是带着海洋亲和力进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你能通过治疗海洋馆内的动物净化它们。也正因如此，我才会在你面前显露真身。你就不怕我说出去？韩非，你还是没明白，从你一进入海洋馆的那刻起，你就已经和海洋馆绑定在一起了。赛人，蓝衣没告诉你吗？我只和海洋馆签了半年的合同。合同对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在净化动物的同时，会同步吸收神兽的能量。你每多吸收1分，和海洋馆的联系就会越深。现在无论有没有合同，你都无法置身事外了。原来从一开始，你们就已经算好了一切，就等我跳进来。你不需要生气，薪水海洋馆会一份不落发给你，这笔巨薪足够供你还债。韩非，我们这是双赢。这是什么？装纳海神类的容器。苏月盗取的只是一部分，只有海神类放在容器内才会释放最大的能量。那你把这个壳子给我做什么？你拿着它能感应到海神类，上面已被我设下封印，不会被人察觉。若容器颤抖，就证明海神类就在附近。你先别说这些后续安排了，快告诉我，苏月没被海神类认可，为什么还要强行盗走它？他盗走海神类，是想强行吸收其中的海神之力，控制海神殿，进而掌控整个海底规则。但他没有被海神类认可，即便盗走了也无法激活其中的力量，所以他需要抓捕所有神兽，用符文锁链抽取他们的力量，强行破解海神类的封印。原来如此，苏月抓捕腾蛇，将他关押在基地大厅那么长时间，就是为了破解海神类的封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你一开始没有将海神类吸收，而是在等别人来继承海神类的能量？你身为海神大祭司，能力应该是除了海神最强的，为什么你不去控制海神殿？韩非，我们10大祭司说好听点是神兽，是海底世界中除了海神外最尊贵的人，所有海底生物见到我们都会恭敬地称呼我们为大人。但实际上我们只是海神的仆从，并没有资格继承海神之力。什么？这是什么狗屁规则？你们实力那么强大，为什么不能更进一步？因为我们的能力都是被海神赐福，与生俱来的，但海神之力的传承需要通过海神大人的不断考验，最终完美继承海神之力。你的净化之力比任何净化者都纯，这是海神的力量。怪不得腾蛇之前跟我说，我的净化之力是海神的力量，原来是因为我被海神选中了。可我并没有见过你们口中的海神大人啊。你或许自己并不清楚，你额头上残留的3叉戟印记，就是代表海神大人选中了你。这个印记我不会认错。我怎么不记得我眉心有这么个印记？为什么这个伤痕还会发金光？只有海神之力才是金色的，其他光明海域的神兽或是除祟师，他们每个人的力量都是蓝色。韩非，你只需要记住我跟你讲的话就可以，我们不是敌人，你永远可以相信我。那找到海神类之后呢？就像你所说，这已经是之后的事情了。如果不是你告诉我腾蛇正在被苏月囚禁，他并不是叛徒，我根本也不会告诉你海神类的存在。我现在跟你讲了这么多，就已经是违规了。那我换个问题总行了吧？苏月以前在这里工作过，他会不会找到海洋馆？不可能，在他盗走海神类之后，我就将海洋馆整体迁走重建，现在的位置与3年前完全不同。而且海洋馆拥有海神的庇护，除了现任饲养员外，没有任何人能找到这里的具体位置。白天海洋馆会自动消失，而夜晚的海洋馆对于外界世界而言
是完全不存在，那就好。但是，韩非，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治疗馆内的动物了。为什么？我的职责不就是治疗馆内被污染的动物吗？海洋馆的隐蔽性不是无限的，馆内治愈的动物数量如果超过失踪动物的1/10，治愈动物的能量波动就会冲破海神的庇护屏障，暴露海洋馆的存在。到那时，苏月和黑暗海域的人都会找到这里。我明白了，只有先把失踪的动物找回来，让馆内的数量重新达到平衡，我才能继续救治其他动物。没错，你必须在外部世界找到其他的海洋馆失踪动物，将它们净化送回海底，尤其是要多多寻找其他失踪的海神殿祭司，每净化一个祭司，可以抵得上数百只失踪动物。这么说，我必须在外面优先查找海神殿祭司的存在。现在已知腾蛇被苏月囚禁，那目前下落不明的只有渔夫、魁牛和肥姨了。我会想办法从苏月那边多探听消息，尽快把他们带回来。你做得很好，韩非，拜托你了。同时，也拜托你把腾蛇带回来。我一定会将腾蛇救出来的。目前苏月警惕性很高，之前我见腾蛇受伤，过去给腾蛇治疗时被苏月撞破发现，苏月直接情绪失控，看样子腾蛇对他很重要。我必须想个周密的计划，这或许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腾蛇都快被折磨死了，这哪里是好事？苏月越是重视腾蛇，就说明他手里的神兽只有腾蛇一个，渔夫、魁牛和肥姨并未落入他手中。你找到他们的概率就越高。韩非，你记住，只有10大祭司还活着，你净化后得到的标本背部才会自己显示。韩非，你一定要小心苏月，她吸收了很多黑暗之力，比你想象的要危险得多。海神泪落在苏月手里，腾蛇也被困在基地，渔夫、魁牛和肥姨这3只神兽下落不明，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必须尽快行动。放心，我会把你们的同伴都找回来的。韩非，有个任务需要你跟我一起去。近海有一座废弃的科考站，最近情报检测系统监测到那里出现了异常的污染能量波动，无法确定级别和数量，且位置偏僻，需要2个人组队排查。队伍里除了你以外，别人带去我不放心。科考站，行，什么时候出发？现在，就我们2个，快去快回。这次的位置偏僻，我虽然已经记住位置，这是什么？但还是将位置信息全部传入手表内，我们到时候根据手表数据为准。信号显示污染能量来自科考站内部，我们分头搜查，效率更高。你去地下储藏室，我查上层实验室。好。望月号的残骸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科考站距沉船足足2000海里，根本不该出现望月号残骸。我能断定，这就是我当年乘坐的那艘南极科考船，绝非同名巧合。南极航线极长，老船员会在船首刻下简易刻度，记录罗盘偏差。一旦电子罗盘失灵，便可依靠刻度手动校准航向。李哥，您这是干什么呢？小韩，你还年轻，看不懂，多学着点吧。还有这个用耐海水红漆画的三角形，是为了防止暗礁群做的记号，都是李哥一手画上去的，我绝对不可能认错。这是李哥的字。航向坐标被修改，这说明望月号的沉船根本不是意外，是有人故意把望月号引向危险海域。
韩非，你在干什么？这里要么全是一堆废铁，要么是被海水浸泡过的书籍，看不清内容。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根本没有找到污染暗系生物的痕迹。上层也没有找到污染源，可能在我们来之前就已经跑了。今天先这样收工吧。韩非，你的表情管理可不怎么好，你身上的秘密真是越来越多了。必须找机会再来一次。这里一定还隐藏着关于望月号沉船中我不知道的秘密。走吧，韩非，真是不好意思浪费你一下午的时间，我请你吃晚饭吧。能让塑料板请客，真是我的荣幸。我靠，这么大的缝隙，要不是我躲闪及时，就直接被填进去，出不来了。看来今天的约饭是不成了。苏老板，饭吃不成没关系，加班给付加班费吗？毕竟我是真的很缺钱。给，当然给。是污染暗海蝎群，至少30只，每一只都接近 S 级。太多了，被围在这里不是办法。我掩护你，你从后面冲出去。不行，后面更多。数量太多了，单靠玄武的防御撑不了多久，必须利用鲲鹏的能力，一次性清场全部净化。但苏月就在旁边。不对劲，按这个速度来说，海蟹群应该早就被我消灭掉了，怎么还有这么多？除非被我消灭掉的海蟹还会源源不断的生长。我懂了，是这只海蟹首领不断幻化出海蟹群来引导攻击，只要击败那只海蟹首领，海蟹群就会自动消失。赛任说过，只要标本背后还刻有字迹，就代表飞一还活着。韩非，你刚才那一击攻击和进化完全融合了，这种能力我从未见过。普通除碎师只能消灭，进化者只能治疗，但你似乎两种都能做到。你不是说过吗？或许我就是天赋异禀。攻击进化完美融合 ，SS 级别的战力，这些数据加上刚才录下的完整战斗画面，足够让我查清楚你的真正底细了。能量属性：进化与除碎双重属性，能量等级 SS 级以上。续影来源：识别出3种神兽特征。异常点：检测到未知第4重能量源，疑似正在形成中。普通除随师只能接受一种海神祝福，不可能同时拥有多种能力。
除非他的力量不是来自海神的祝福，而是通过某种媒介直接获取了神兽的本源力量。望月号唯一幸存者突然获得 SS 级能力，每天晚上准时消失。原来如此，是来自海洋馆的老朋友啊！帮我调取望月号沉落时的全部卫星数据和海域能量变动记录。另外，查一下韩非在被救起之后的所有行踪记录，包括他接触过什么人，去过什么地方，我要全部的信息。韩非，你身上藏着的秘密比我想象的还要多。不过望月号沉没不是意外，你侥幸活下来也并不是你命大。看样子你应该知道了不少内容，我也是时候离开了。苏月明天出差，这就是我行动的最佳时机。只要苏月一离开基地，我立刻潜入核心区，将赛人给我的屏蔽符纸贴到锁链上，就可以顺利将腾蛇救出来。苏阳，明天你去基地吗？中午一起吃个饭。韩哥，我姐没跟你讲吗？她昨晚说要把基地搬去别的地方，现在基地已经是个空壳子了，我俩直接去吃午饭得了。什么？苏月为什么会突然将基地搬空？那我俩约好明天中午见面，就之前常去的那家烤肉店。正好我也有事找你，我姐走得太急，我给她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她有个笔记本没带，里面记着一些跟海洋生物有关数据，我也看不懂，但想着你应该能看懂。中午12点，烤肉店见。苏月这条毒蛇动作比我预想的还要快，之前我和污染安息大白鲨的战斗一定是引起苏月的怀疑了，所以他才会约我去废弃科考站，通过我和污染安息海蟹群的战斗分析确定了什么，才会带着腾蛇连夜撤离的。赛人，苏月连夜搬空了基地的核心区，腾蛇一定也被他也转移走了。我明天去找苏阳，看能不能从他那儿得到线索。韩非，千万要小心，苏月突然撤离，说明他一定是察觉到了什么，才会将基地搬去别的地方。这样一来，他定是已经做好了翻脸的准备。他的黑暗能量比你想象的要强得多，我会小心的。你眼睛怎么这么红？韩哥，我姐最近真的很奇怪。别急，慢慢说。以前她出去都会跟我说的很详细，去哪儿，去几天，什么时候回来我都知道。但昨天她什么都没说，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小杨，姐姐有重要的事要去做，你自己要照顾好自己。姐，你又要搬走，这次要去哪儿啊？韩哥那边知道吗？闭嘴！苏阳，我警告你，少胳膊肘往外拐，我才是你的亲姐姐。我当时就觉得不对，我追着他问要去哪里，他突然发脾气把我吼了一顿。韩哥，我姐从小到大从来没吼过我。你姐最近还有别的异常吗？有，她最近总是把自己关在基地调度室，一待就是整夜。有好几次我半夜给她送饭，就看见她盯着屏幕上你的照片发呆。看来苏月早就开始怀疑我了。我问她在看什么，她一见到我来了就直接把屏幕关了，说什么都没看。可我分明看到我姐在调查你。韩哥，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啊？我和苏月就是平常雇佣关系，能发生什么？是你想多了。那为什么她总在调查你？我看到她翻阅你的南极科考记录档案了。可能是她在评估我的能力吧，毕竟你姐经常给我派任务。也许吧，但是昨天晚上她把核心区所有东西都搬空了，就连腾蛇那么大的家伙也消失不见了。这是我在我姐房间发现的，她走的时候忘记带走了，就放在枕头底下。我翻开看了看，里面全是关于海洋生物的东西，字迹密密麻麻的，还有很多专业术语我看不太懂，但我想你是深海探员，应该能看懂。对齿鲸幼体进行实验，测试黑暗能量对海洋哺乳类动物的神经系统侵蚀速度。用黑暗能量溶液浸泡齿鲸幼体，24小时内出现狂躁反应，48小时内出现污染暗化迹象。苏月简直就是个疯子，他在拿活体动物做实验，以完成自己邪恶的欲望。利用剑尾蛇测试符文锁链的压制效果，以及实现能力抽取转换黑暗能量。简化版的符文锁链对普通污染生物有效，但对神兽本体需要更强的符文。腾蛇就是绝佳的实验对象，必须加快腾蛇的抓捕行动。原本苏月早就打起腾蛇的注意了，这根本不是一本普通的日记，这是一本完整又残忍的活体动物实验记录。苏月他到底害了多少动物，才能记录如此多的侵蚀实验日志？转生实验设想，韩哥，这笔记本是不是不太对劲？
我姐是不是在做些不好的事情？你别胡思乱想，这些都是实验研究。我只是看不懂具体在做什么，但是大体翻看一下，我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东西。转生实验，他想把动物的意识转移到人类身体里，这已经不只是虐待动物了，这是彻底的疯狂。这是兰姨，但这张照片至少是3年前拍的。3年前兰姨就穿这件裙子，做这个颜色的指甲，发型也没变，她现在还是这个样子。韩哥，你怎么了？照片上的人你认识？不认识，看着有点眼熟，应该是像哪个电影明星吧。这本笔记本你先放我这儿，我回去好好研究一下。行，韩哥，你要是有什么发现，一定要告诉我，我真的很担心我姐，如果她做错事了，我就去劝她改。别太担心，有消息我第一时间联系你。苏月先是放跑海洋馆内动物，盗走海神类，利用馆内动物诱捕腾蛇，做污染实验，最终目标就是这个转生实验。他知道自己没有被海神类认可，所以想通过别的办法统治光明海域。但是如果他已经能吸收黑暗能量了，为什么还要执意获得海神之力？而且这个实验的日期绝对要早于苏月盗走海神类，这说明苏月还在海洋馆内做饲养员时就已经投靠了黑暗海域，进行动物活体实验测试，也就能够解释清楚为什么3人说苏月在最后关头没有被海神类所认可。简直是一模一样。3年前到现在的变化几乎为零，就算是保养得当，面容不发生改变，可普通人真的会在3年期间服装造型完全不发生改变吗？我现在就是瞎猫去碰死耗子，两眼一抹黑啊。苏月搬走后，我根本就没有别的途径去找海神类的下落，只能漫无目的的在街道上碰运气，不仅得不到海神类的线索，失踪的3只神兽也没有一点线索。蛇！有蛇！救命啊！快跑！快打报警电话！剑尾蛇，上次在下水道里，他明明眼睛还是黑色的，还帮我把水塔交给我治疗。这才几天，怎么变成这样了？快跑！冷静点儿，你不认识我了吗？上次在下水道里，你把受伤的水獭交给我，让我给他治疗。是你。剑尾蛇的力量为什么会在快速消退？你怎么会变成这样？上次在下水道见到你的时候，你的眼睛明明还是黑色的。符文锁链还在吸收腾蛇大人的力量，我们这些与腾蛇大人有能量连接的下属，全部被反噬了。苏月把腾蛇带去哪儿了？苏月把腾蛇大人带到了一个我们感知不到的地方。我们找不到腾蛇大人了，我的感知范围有限，无法得到确切位置，应该是在地下室这种湿冷的地方。苏月，最近你在忙什么？这几天出任务都找不到你人。就是，这几天任务重，我们都熬了好几天了，也见不着你人，还以为你要辞职了。我家里有点事情耽误了，接下来几天我来顶班，换你们休息。这还差不多嘛，终于能睡个好觉了。鞋底带着海边的泥巴，却没有清理。精神虽然不错，但眼底却布满红血丝。苏月到底在隐瞒什么？莫名的试炼，还有之前苏月的挑拨，又或者是那位神秘的进化者其实不是什么好人，不然为什么特派队找了这么久都没有找到？不，13区居民区西部有污染暗系生物出现，疑似上次失踪的剧毒剑尾蛇。13区神秘事务特派队立马前往现场，剿灭污染暗系生物。13区神秘事务特派队队长林深收到，现在立刻赶往现场。你别乱晃，我这就给你净化体内的污染源。大人，拜托您了，一定要救出腾蛇大人。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苏月，救出腾蛇的。苏月，我一定会找到你的。队长，污染反应就在这里。咦，
峰值正在快速下降。戒备，小心，这个人是一个等级不低的除祟师。该死，怎么在这遇见他了？看样子13区神秘事务特派队员的身份也保住了。队长，这个人身上的能量变动和之前所有神秘进化事件的残留能量完全吻合。是你，那位神秘的净化者，我们终于见面了。尊都假都，这就是那位大神，这么年轻呢？我不认识你，麻烦你们让开，我要离开。这恐怕不行，你现在身上拥有净化污染暗系生物得到的数种能量，必须跟我们回神秘事务特派局一趟，接受检查。你们想扣押我？队长不是这个意思，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那么多能量依附在你身上，担心你的身体会扛不住。队长只是有些冲动，我们并没有坏心思。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13区神秘事务特派队，你可以信任我们。你们不是有些冲动，这是非法扣押。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但法治社会下，你们如果想仗着自己身份有些特殊，就对无辜人士不分青红皂白强行捆绑，那你们凭什么自称没有坏心思？我又凭什么信任你们？请你给我个理由。今天你必须跟我们回去，具体原因到了我们会跟你解释清楚。你如果真的没有问题，一定会理解我们的。韩非，我就在这里，来抓我呀！韩非，我就在这里，来抓我呀！韩非，住手！谁允许你进来接触他？苏月吸收黑暗能量，伪装成除祟师，潜伏在光明海域多年。韩非，拜托你帮我调查明白事情的真相。这是我解放天发现的，对齿鲸幼体进行实验，测试黑暗能量对海洋哺乳类动物的神经系统侵蚀速度。找到你了，苏月，我这次不会再让你跑掉了。他怎么会知道苏月的名字？难道苏月失联几天，和他在一起？苏月，快把腾蛇的下落交出来！韩非，你以为他们会信你吗？我们4打1，你马上就要死在这儿。苏月说的没错，你果然有问题。哼，蠢货！好很多的力量，这个神秘人的实力远超我，很有可能已经达到 SS 级。韩非，住手！你误会了，队长和苏月不是一伙的。你以为我会信你的谎话？不是一伙的。他凭什么这么护着苏月？我把话放着，我管你们是不是一伙的，我只要苏月，但凡阻拦我的人都是与我为敌。啊！掩护苏月，撤退！好快的速度！队长，快躲开！为什么？真是谢谢你，我亲爱的蠢队长。要不是你一直维护我，张晓恐怕早就戳穿我的身份了吧。队长，韩非，想知道腾蛇的下落就来找我，地点你会知道的。可恶，还是被他跑掉了。先回神秘事务特派局。原来这才是正版的基地。苏月那个除祟基地和这边比起来是有点草率了。我需要你在审讯系统面前回答一个问题，如实回答。系统会记录你的生理数据作为测谎依据。你到底有没有和黑暗海域勾结？没有。系统判定没有撒谎，全部体征正常。韩先生，别介意，这是必要手续。只要你不是和黑暗海域勾结，我们是不会干涉你的生活的。苏月是怎么过的这道手续？我也不清楚，可能他佩戴了什么东西将系统干扰，得出错误的结果。我们这么多人被一个苏月耍得团团转，还被他逃跑了。韩先生，我想再次确认一下，你是不是那个一直在暗中净化污染暗系生物的神秘净化者？如果你指的玄武、天吴他们，那确实是我干的。太好了，
韩先生，我代表13区神秘事务特派队长对你发出邀请，你愿意加入我们13区神秘事务特派队担任特殊行动专员吗？腾蛇还在苏月手里下落不明，3人让我外出找回海神类和其他失踪的神兽，这些都极其需要资源和情报网。13区神秘事务特派局正好能提供给我信息。我有3个条件：第一，不干涉我的夜间时间安排；第二，我需要调取所有关于海神殿和望月号的档案，并且要有查看高级机密的权限；第三，我在执行任务时有独立判断的权利，可以不经过层层审批直接行动。3个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但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从今天起，你在执行任务时必须和我结伴搭档。我的眼睛能实时监测污染能量，可以最大限度发挥你的净化能力。成交。欢迎正式加入13区神秘事务特派队，韩飞。从现在开始，我是你的固定搭档，你可以叫我副队长，也可以叫我张晓，这是临时的。等你的权限审批通过，可以拥有更高权限的徽章。但在这之前，你需要进行一次战斗模拟，这将和记入总部数据库，作为判定你权限级别的重要依据。你的意思是，我战斗力越高，得到的权限就会越高？现在我带你去挑选你的对手，一只污染暗系生物。不用挑选，将你们最厉害的污染暗系生物拿出来，希望你们给的权限不要让我失望。大神真的选定了 S 级别的污染暗海豹作为权限审批证明。韩飞的实力很强，但是之前这种级别的污染暗系生物都是他用媒介进行投射进化，而非直接面对。我很担心他能不能战胜污染暗系海豹。小姐，我看你就是想太多。大神之所以是大神，那都是战无不胜的。韩飞，最后确认一次，演习场内释放的是 S 级污染暗豹，攻击力、防御力和污染值都达到 S 级标准。你可以选择放弃，没有人会因此质疑你的能力。但如果你选择接受挑战，一旦出现生命危险，我会立刻启动符文阵，强制中断演习，明白吗？副队长，就怕这只污染暗海豹不扛凑啊！释放目标。这东西的速度怎么这么快？跟体型完全不符。速度确实快，但动作预测不难。它的攻击模式简单，主要是力气大。我先试探一下它的防御力。他没出手就把 S 级撞飞了。不是撞飞，是借力。他利用海豹自己的冲击力把它引到墙上去了。这得对时机的把握精准到毫秒级别才行。这不是战斗技巧，这是对污染生物的攻击模式有着精确到每个关节的理解。韩飞，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得多。黑化峰值突破 S 级上限，直达 SS 级，他在燃烧本源力量。韩飞，要不要中断？谢谢你，韩非大人。又是肥姨的部下，看来肥姨还活着。他的下属在这片海域活动频繁，他本体应该也离得不远。你对污染生物的攻击模式有极为精确的预判，这不是训练出来的，是长期接触才能积累的经验。韩非，你到底是什么人？我只是一个欠了几百亿的深海研究员。韩非，恭喜你，权限审核通过。从今天起，你拥有总部全部区域的通行权限，机密档案调取级别为 S 级。你来做什么？给你治伤。苏月的黑暗能量有腐蚀性，你们的医疗手段只能止血，无法净化里面的污染源。伤口内的污染浓度正在下降。你有话要问我？你倒是挺敏锐，但在问之前，我先告诉你们一件事：苏月是黑暗海域的卧底，他吸收黑暗能量伪装成除罪师，在光明海域潜伏了至少3年。你怎么知道这些？我认识苏月的弟弟，被介绍进苏月的除罪基地，发现苏月用海洋物做黑暗能量侵蚀实验，他的笔记本里记录了至少30次活体实验区数据。他还设计了一个叫转生实验的计划，
想要把污染暗系生物的意识转移到人类体内。你们和他共事那么久，一点都没发现他的真面目吗？苏月3年前加入特派队，履历干净，战斗记录优秀，多次在任务中救过队友。换作是你，你会怀疑这样优秀的队员吗？我虽然有所疑虑，苏月对神秘进化者的判定太过武断，但我也没曾想，苏月竟然是黑暗海域的卧底。这是什么意思？苏月在特派队的档案记录里，他的武器是短刃，这种能力在除碎尸体系里不存在，所以我猜测是黑暗能量凝结成的实体化武器。苏月的武器不是光剑吗？光剑？你说苏月之前在你面前用了光剑？是，淡蓝色的光剑，威力很大。徐森，徐森是谁？徐森是我们之前的队员 ，S 级除碎师，主武器就是光剑。2年前在执行一次任务的时候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当时带队的负责人就是苏月。苏月说他们在任务中遭遇了 SS 级污染生物，徐森为了掩护大家撤退，独自断后，之后再也没回来。他通过某种手段将徐森的能力转移到了他自己体内。全力搜寻苏月下落，已经发现，立刻上报进行围捕。他说我会知道去哪里找他，可我完全不知道啊。苏月做事不会没有目的，他在街道上偷袭队长，不仅是为了脱身，更是为了给我们制造混乱。你们这里有没有关于海神殿和黑暗海域的档案？越机密越好。有，你的 S 级权限可以查看大部分内容，但最核心的档案需要总部局长亲自授权。这个柜子里的档案只有 S 级权限才能打开。只有一张纸，其他的呢？看烧焦的痕迹，应该是被人为销毁的。这一张是漏网之鱼。海底炼狱位于光明海域与黑暗海域交界处，由海神殿负责镇守。望月号编号 A07，伪装为南极科考船，实则负责将科研人员输送至南极废弃科考站，囚禁于地下实验室，为黑暗海域研发能够污染光明海域的病毒体。望月号是我今年做过的前往南极科考船，和这张纸上记述的一模一样。但这张纸年代检测结果显示，它至少有300年的历史了。这证明望月号的事件在不断发生重演。苏月笔记本里记录的实验室南极科考站，他在那里用被污染的海洋生物做病毒实验，而望月号的任务是把科考人员送到那个科考站，让黑暗海域囚禁他们，逼他们研发能污染光明海域的病毒。这是一条完整的链条，从300年前就开始了。如果这封信的记载是真实的，那意味着黑暗海域一直在通过望月号输送研究人员。你的那次沉船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如果我那次没有活下来，望月号的下一趟航行会照常进行，会有新的16名研究员被送到南极，被囚禁在地下实验室里，直到他们死掉。只要黑暗海域还存在，就会有无数的望月号。南极地下会堆满研究人员的白骨，而光明海域的人永远不知道真相。我们会阻止这一切，但现在我们需要找到苏月，他知道黑暗海域的全部计划，找到他就等于找到了所有答案。我或许知道要去哪儿找他了。韩非，我就在这儿等着你。怎么会恶化的这么快？今晚必须救好你。兰特助，是你吗？海洋馆的2楼，那是兰姨的私人区域，这比前面所有动物都严重。再不处理，今晚这条金鱼就会彻底污染化，到时候整个海洋馆都保不住。兰姨，韩探员，看来你已经猜到了。原来赛人一直负面的原因是因为一旦我看到赛人的脸，就会立马认出你。还有之前珊瑚蛇袭击那晚海洋馆的电子语音，也是你压低声音广播的，怪不得我听着耳熟。海蛇袭击休息室那晚，你从壁画中出手替我挡住袭击，第2天见到你，你的指甲就断裂了。你指甲之所以断裂，是每次动用力量后身体会变差。最后一点，3年前你和苏月的照片里，你穿的就是这件裙子，是因为你根本不是人类，你的外形不会随年龄改变。完全正确。我一直以蓝姨的身份在海洋馆里出现，用赛人的身份在壁画里给你提供信息和庇护。但现在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要治愈你手里的金鱼，它是我的心脏，一旦我的心脏出现问题，整个海洋馆将全部崩塌。金鱼的每挣扎一次，
蓝姨都会微微皱眉，背部伤口扩大，蓝姨后背的血痕也跟着扩大一圈，这表明金鱼和蓝姨痛苦完全同步。我现在就给你缝合伤口，你忍着点儿。你的眼睛为什么没有完全变黑？我的情况和其他神兽不同，我是海神殿大祭司，负责镇守海洋馆与海神殿的连接通道。只要这个通道没有修复，我的眼睛就永远不会完全变黑。金鱼的治愈只能恢复我的伤势，无法修复通道。修复通道需要海神泪。蓝姨，你知道望月号吗？我知道，你之所以会来海洋馆，就是因为望月号。你是说我来海洋馆不是偶然，沉船也不是意外，跟我进入海洋馆有关系吗？韩非，你先坐下，我会把所有我知道的都告诉你。数十年前，海神殿与海底炼狱发生了一场巨大战斗。表面上看，这是光明海域和黑暗海域之间的又一次常规冲突，但实际上，海底炼狱的真正目标是海神殿中保管的3件圣物：海神泪、海神鳞片和海神权杖。3件圣物各自有不同的作用。海神泪是海神的血泪，获得认可的继承者可以完整继承海神之力。海神鳞片是海神退下的一片龙鳞，拥有海神的部分意志，可以引导被选中的人走向正确的方向，也就是你现在手里那面镜子。而海神权杖是海神用于镇守海底炼狱入口的神器，一旦被黑暗海域获得，他们就能打开海底炼狱，释放封印在其中的远古恶魔。所以黑暗海域的真正目的是打开海底炼狱。没错，他盗走海神泪的动机是为了证明自己有资格继承海神之力，但海神泪排斥他的黑暗体质，他根本无法吸收。你认为他会把海神泪藏在哪里？一个既不属于光明海域也不属于黑暗海域的中立地带。这样的地方在海洋中极少，大部分中立地带都是人迹罕至的边界区域，比如冰盖交界处、深海海沟底部或者废弃的人类设施。南极科考站，苏月的笔记本里反复出现一个坐标，位置就在南极。那是他做活体动物实验的地方，也是他曾经执行任务的区域。如果他要找一个既不受光明海域监控，又不在黑暗海域范围内的中立地带，最有可能的地点就是那里。南极的废弃科考站确实符合中立地带的条件。如果海神泪被藏在那里，你用我给你的容器靠近那个区域，容器就会发生反应。那海洋馆和海神泪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海神泪丢失会导致你受到黑暗能量侵蚀？这座海洋馆不是普通的建筑，它是海神殿在人类世界的最后一个投影，也是海神与人类世界之间的唯一连接通道。海神泪是这个通道的能源核心。3年前苏月盗走海神泪，导致通道被切断。从那之后，海神的神魂无法返回海神殿休养，而我作为镇守通道的大祭司，每次动用力量都会被通道反噬，这就是反噬的结果。所以你现在每次动用力量，都是在透支自己的生命。只要你能找回海神泪，重新建立起海洋馆和海神殿的通道，我的力量就会恢复。韩非，你也没有太多时间了。你刚来海洋馆的时候，额头上这个印记还没有什么存在感，之后出现次数逐渐变多。现在你自己看，这个印记已经越来越深了，已经不会自动隐藏了吧？这个印记代表你被海神选中，也代表你和海洋馆之间的连接正在加深。你每净化一只动物，都会吸收一部分神兽的能量，也会加深1分和海洋馆的绑定。这个绑定是双向的。你现在拥有了玄武、天武、鲲鹏和多种神兽的能力，力量等级远超一般的除祟师，但代价是，如果你的身体无法承受这种程度的绑定，你会被海洋馆吸干精力，变成海洋馆的养料，就像你前任的饲养员一样。不要来这里，不要回头，快跑！这里的海豚会吃人，快跑啊！前任饲养员被海豚生吞，就是因为身体承受不了能量的绑定。没错，他们没有海洋亲和力，无法像你一样通过治疗动物来得到动物的能力，也就是没有办法增强自身防御力，所以海洋馆的连接会直接消耗他们的生命力。韩非，但你不一样，你从进入海洋馆之前就一直有海洋亲和力，这也就是你为什么能精准地判断海洋生物哪里受伤，又能将它们完全治愈的原因。再加上你第一只治疗的动物恰好是玄武，
玄武的防御力会在你治疗过程中不断增强，保护你。而且玄武是除了我和腾蛇之外最强大的海神殿祭司，在你不知道的地方，玄武为你压制住很多污染暗系生物的异动。所以我净化动物的同时会吸收神兽能量，反过来强化自己，这是我为什么能活到现在的原因。但这仍然是有极限的，如果你找不回海神类，修复不了海洋馆和海神殿的通道，你的精力最终也会被耗尽。为什么我治好你，并没有感觉获得新的能力？因为你救治的其他污染暗系生物都是本体，而金鱼只是我的心脏部分。虽然你没有完全得到我的能量，但是你已经获得赛人之心了。明明我看着心脏回到你体内了，什么叫我获得赛人之心了？你不会是想污蔑我吧？有了赛人之心的帮助，无论是药物还是神兽领域，你都将保持绝对清醒。这是我们赛人一族的天赋技能，获得条件十分严苛。你刚刚说这块镜子就是海神鳞片，拥有海神的部分意志，那为什么不通过镜子联系海神，询问他所在的具体位置？你以为我没有试过吗？早在海神殿和海洋馆断开连接的第一天，很可惜失败了。镜子只是拥有海神大人的一部分想法，但是根本无法连接到主体。这么说，我们只能等待海神发送命令。壁画正中间那条黄金圣龙就是海神，对不对？你可以这么理解，海神的真身是一条黄金圣龙，在上古时期击败海底炼狱的恶魔后，用自己的身体镇压了炼狱入口。他现在被困在海底炼狱中，不断被黑暗能量消耗本源。我们要找回海神类，重新建立海洋馆和海神殿的通道，才能将海神的魂魄从炼狱中救出来。所以望月号的沉没从来就不是意外，而是精心选中的祭品。是黑暗海域故意修改了望月号的航向坐标，把它引向了一片危险的未知海域。那次沉船并不是第一批，也不会是最后一批。船底遭到污染暗系生物的速意撞击，船沉后除你之外，其余研究人员被暗中带走。你能逃脱，不是因为运气好，而是因为你掉入海中时，额头的三叉戟印记被激活，海神的力量保护了你。你的沉船只是黑暗链条中的一环。海底炼狱位于光明海域与黑暗海域交界处，由海神殿负责镇守。望月号编号 A07，被装于南极科考船，实则负责将科研人员输送至南极。望月号是我今年做过的前往南极科考船，但这张纸年代检测结果显示，它至少有300年历史。300年来一直在发生同样的事情，如果我不能彻底解决这件事，还会有新的望月号、新的16名研究员被送到南极地下实验室囚禁。我必须要阻止这场灾难的延续。我要去南极，去那座废弃科考站，找到海神类，并且阻止苏月继续进行活体实验，救出那些被囚禁的深海探员。韩非，记住一定要保护好这面镜子，这是海神大人的龙鳞，能为你指引方向并护你周全。只要你带着镜子靠近海神大人，海神大人就会有所感应，从而联络你。南极废弃科考站不在光明海域和黑暗海域的管辖范围内，那是真正的中立地带。我被困在海洋馆内，无法和你前去，镜子的庇护也会被削弱。到了那里，你只能靠你自己。前往南极废弃科考站，带回海神类。我一定会找到腾蛇和另外3只神兽的下落，最后救出黄金圣龙，阻止黑暗海域的阴谋。